我还是想要跟您商量一下。我先接个电话啊。喂，丽丽要求索赔20万，她是在碰瓷儿吗？啊？我现在跟他在一起呢，我不知道啊，什么情况啊？那正好，你就告诉他，我们的客户本打算想让步的，但是他现在这么得寸进尺，那就直接等着法院判吧。还有，我劝你别管他的事儿了，省得给自己添麻烦。哎，还有，他根没跟你说过他的案子走过劳动仲裁啊，然后直接被仲裁委驳回了。你说什么？仲裁？我上电梯先不跟你说了。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？是他们律师打的电话吧？他们说您要索赔20万。啊？不是，他们现在打算给多少啊？您这个案子做过劳动仲裁啊？对啊，那您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啊？因为如果我告诉你们了，你们很有可能就不接我这案子了。我们现在也可以不接您这个案子的。哼，那可不行，你们现在已经接了。你们有律协吧？律协是不是管这事儿？我现在就给律协打电话。律师在接受委托之后没有正当理由，的确是不能拒绝代理。可是现在我们有正当理由了。什么正当理由啊？委托人故意隐瞒和案件相关的重要事实，律师有权拒绝代理。我问过你们，仲裁后能不能再告？是你们说可以的呀。是，仲裁之后如果对结果不满意，的确可以到法院再告。但是您不应该隐瞒您已经仲裁过的这个事实啊。您上班1个月都不到，实习期都没有过，我觉得法院无论如何都不会站在您这边的。您要是不信的话，您可以再问几个律所咨询一下。我就是因为上网找了个律师问了，他说可以索赔20万，所以我才想试一下的。那您是不是打算找那个律师帮您去做代理呢？他说先要给的律师费，按索赔标的30%，那就是6万块钱。那您给了没有？当然没有了，我又不傻。我上网把他所有打过的官司都查了一遍，基本上都是输的。我觉得他就是满嘴跑火车，想骗个首付款，我还是信任你们。我也查罗律师了，还托人打听，说他是你们律所最好的律师，一般人想请他打官司还请不到呢，是吧？你说咱那天多巧哈，就正好在楼下，那都是缘分。回头你也跟罗律师说一声。过去就过去了，让他别往心里去，啊。过去就过去了。是。谁？外卖。有什么高兴的事吗？有啊。封印让我来找你，找我干什么？你猜？让我把所有的客户都移交给你。你为什么就不猜封印让我过来请你回去呢？你说有高兴的事儿，我回律所对你来说是灾难。讨不讨厌呀你？一直这么讨厌。别废话。在哪儿吃？这是罗宾老师的电脑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但是我有密码。你在找什么？
我在找让他回来的台阶。你在挖他的客户资源吧？你可以去告诉他。咱们俩第一次喝这梦之蓝的时候，还是咱俩实习的时候。不，你记错了。我没记错，咱俩当时在弄同一个案子，我记得很清楚。你记错了，是在你姐姐婚礼的时候喝的这酒。是在我姐姐婚礼上吗？那我怎么不记得呢？你喝醉了，你当时还跟我们说你替你姐起草了一个特别牛的婚前协议。无论是什么事儿，无论是什么理由，不管是谁提出的，所有的财产，不管是婚前的还是婚后的，都归何必所有。而且刘英美签了，他看都没看他就签了。哎，我姐找你什么事儿啊？你以为我喝点酒就会告诉你？你回忆一下，你跟我喝酒，你占过上风吗？哎呦，我跟你喝酒，我不是为了占上风，这不因为咱俩感情好吗？对，你还是放下吧啊！哪次你喝多了，不都是我给你收拾烂摊子？不是，那我给你写一保证书，行不行？咱们俩喝酒，不管我出什么事儿，都跟你没关系。你都喝出事儿了，保证书还有个屁用？不是，那你告诉我啊，我姐到底为什么找你？我不会告诉你的。你不告诉我，可就喝酒了，我可就照着往医院走喝酒了。啊，行，你赢了，你这招还真挺吓人的。那你告诉我，是不是刘英美她有小三儿了？没有。那到底因为什么呀？你不说我就喝了啊！好，你坐下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我答应。如果我说了，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。行，啊，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只要不违法。但不能是什么穿着裙子上班之类的事儿啊。哎，这主意不错。什么？如果你反悔没有做到，你就穿着裙子去上班，答应吗？我不会反悔。那你承诺？我承诺，发誓。哎呦，我发誓，我何在？哎，等会儿，我得把它录下来。哎呀，我不会食言的啊。那也必须得录。说吧。我何在郑重声明，罗宾告诉我姐姐来找他的原因之后，他要求我干什么事儿，我就干什么事儿。如果我反悔了，我就穿裙子上班。说清楚。我就穿裙子上班，这回行了吧 ？OK， 说吧。我得检查一下。郑重声明，罗宾告诉我姐姐来找他的原因之后，他要求我干什么事儿，我就干什么事儿。如果我反悔了，我就穿裙子上班。啊，行，你能说了吧？这回你说不说呀？你坐下。不做，说。你不做，我不说。你说我不做，我做，你说吧。刘英美死了以后，你姐发现一个大盒子，里边全是借条，有600多万吧？600多万？不是，那是他借别人的，还是别人借他的呀？刘英美的钱都在你姐那儿。他哪有钱借给别人？肯定是别人借给他的。那别人借给他的借条应该在别人那儿啊。我就是这么跟你姐说的呀。我姐信了吗？她不太信。谁也不能信呢。按常理来说，刘英美把这钱还给人，那借条就还回来，而且就撕了，她留着干嘛呀？你们俩真是一家人，逻辑都一样。这正常逻辑啊！不是你说那原因太没说服力了。那你倒是说一个有说服力的，我学习一下。刘英美想跟我姐离婚，但是她当时呢，她跟我签了这个婚前协议了。她怕她净身出户，她想弄一笔钱出去，所以她就让她的朋友给她写了一个借条。我真是佩服你的推断力，加10分。她的计划就是，
他先跟我姐姐说他要离婚，是因为他在外边欠了很多的钱。我姐姐呢肯定是不想跟他离，那就会帮着他一起还钱。这么着，他就把一笔钱给倒腾出去，然后他隔一段时间倒一次，隔一段时间倒一次，一直倒到我姐姐忍无可忍了，跟他离婚了，他这计划就算实现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刘英美，我一开始我就觉得她不是一老实人，她当初刚跟我姐好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为什么没有实施这个计划呢？她死得太突然，没来得及。这条可是有年头。那就是说，有年头以前他就想了跟我姐姐离婚，但是呢，他忌惮于我会跟他死磕，所以他没敢。你认识刘景明吗？刘景明，我姐最烦他了，他就是一渣男。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，一个七仙女和董永的故事。董永一贫如洗，却偏偏爱上了天庭的七仙女。可是七仙女的天庭亲戚们呢？都不信任他，尤其是这个七仙女的亲弟弟，逼着他签了一份丧权辱国的婚前协议。董永以为签了这份协议就好了，就可以得到尊重了。可事与愿违，不但没得到尊重，反而被人更看不起了。人们还说，他为了攀龙附凤，居然签了这么一份没有尊严的协议。不，他自己可是认字的啊！我们没有拿着枪逼着他脑袋。一个人在不平等的环境里生活久了，心态是会发生变化的，所以他就伪造了这些欠条啊。事实是，他没有伪造欠条，是刘景明给他写的欠条。只不过他一直犹豫再三，没有启用。这就是你姐一直问我，刘英美为什么借了那么多钱。我始终没有办法回答他的原因，就如实的跟他说，你姐会恨你的，她也会恨她自己，她就应该恨她自己，所托非人。我不这么认为，真的。所以何塞，我希望你跟我一起，咱们两个共同把这故事编圆。我跟你一起啊？你想让我啊？跟我姐姐说，是我欠了这些钱，刘英美是帮我跟别人借的钱。没错，你姐姐知道你好面子，要面子，你官司打输了，被客户索赔，你又不好意思声张，所以不是你这太过分了吧？你让我跟你一起骗我姐姐，以此来表达你对刘英美的歉意。我为什么对她有歉意？因为你从来没有信任过她。他就不值得别人信任他爱你姐姐，他想过跟我姐离婚，他没有离，他只是想，充其量就是想。你要知道，这个世界上不管多么幸福的婚姻，在漫长的生活当中，总有这么1到2次想要离婚的念头。你说错了啊，原文是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即使是最幸福的婚姻，一生当中也会有200次想要离婚的念头和50次想要掐死对方的想法。这是温格朱莉写的《幸福婚姻法则》。我知道你读书多，但没想到这种书你也读。那怎么了？我不能读吗？能读，当然能读。所以，咱们就这么说好了。我就跟你姐说，刘英美借了钱是为了你，这不是事实，我不会承认的。你答应我。但是我不能说谎嘛，我不能跟我姐姐说谎嘛。我从小就跟我姐姐有这个约定，这是我的底线。那你就穿裙子上班？那是不可能的。那我就把这视频发到快手上去。那我就告你侵权。那我就道歉，反正别人已经看到了。那你就太臭流氓了吧？臭流氓也要穿裙子上班。给我！哎呀，我天，我就不信了。